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當然，歡迎大家多多的表達您的觀點、意見與看法，也別忘了幫我們熱推一下。好，我們今天有4位來賓，首先來歡迎的是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老師。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清華大學 EMBA 講座駱炳寬老師。何榮好，大家好。還有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莊伯仲老師。大家好，很高興來到這裡。以及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進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們，這個禮拜台灣很 AI， 因為包括了輝達的 GTC 大會啊，還有 Computex 2026接連的登場。那麼所有的科技大咖齊聚一堂，甚至還包括了全球科技巨頭的領導人們啊，像是 Intel 的執行長陳立武也來到了台灣。那這顯示的一件事情呢，大家看的是 AI 的科技是不是要爆發？那台灣呢，在未來的 AI 資料中心，甚至是 AI 工廠、硬體相關的供應鏈，乃至於整個生態系，都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畫面當中，我們看到大和資本科技的一位產業分析師啊，這鄭勝元，他分析這次 Computex 的核心焦點圍繞在 CPU 的發展，尤其呢是 CPU 在代理型 AI 生態系當中的關鍵角色，以及呢導入 NVIDIA、輝達、Spark 相關系列晶片之後，這個 AI PC 呢將會帶來新一波潛在市場規模的成長機會。而在大陸這邊呢，過去1年來我們也看到中證資訊技術指數啊，漲幅也已經接近了1倍，市值增加超過9000億美元。雖然漲幅落後給一些由晶片股主導的全球市場指數，但是市場普遍認為啊，後續還有更多的催化劑等待發酵。另一方面呢，也看到民主黨啊，就是美國民主黨籍的參議員華倫，因為關注輝達在中國大陸的業務發展，還有出口管制，以及呢輝達在全球 AI 熱潮當中未來的核心角色，所以在6月11號這一天呢，會邀請黃仁勳出席參議院的聽證會說明。先請教駱老師啊，美中現在都在拼 AI， 那除了科技競爭之外，當然 AI 是重中之重啊。但是這個競爭下一輪的主戰場，您怎麼看？還有台灣在其中的角色？從這個來看的話，我們知道，如果這過去2-3年是 GPU 加 HBM 加台積電的這個 AI 的競爭，那我們下個世代好就是 AI 的基礎建設，包括電力，然後還有它的推理的這個運算 inference， 加上剛剛你提到 Edge AI、CPU、AI PC， 還有開源跟閉源與否，這勢必成為下一代的 AI 的大戰的一個焦點。對，我們知道。這4家這個 CSP 業者，微軟、Meta、Google、Amazon， 他們今年要狂砸6500億美金的支出，在投資 AI 的這個 Frontier 的 model， 就前沿型的這個大模型。那就要將 AI 的這個投資已經推向一個新的一個境界。所以中國主張要開源，那美國 OpenAI 是閉源的，這就是一個競爭。那在電力方面，中國用各種方法強化的電力，補強它在晶片的上的不足，這都是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美中在這個競爭上所產生的一個分歧。那另外 AI 中國將來會強調 AI 的應用，所以它強調機器人，機器人的這個 AI 運用會將是中國未來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的來說，以上就是將來美中在 AI 競爭上可能面臨的3大個競爭的。所以我們在 GT 上面啊，還有在包括 Computex 展會當中也看到，特別是 AI PC。那黃仁勳在他的分享當中也特別提到了 CPU 啊。那未來呢，就像剛剛講，之前是 GPU 是圖形處理器，未來是中央處理器 CPU 會越來越看熱哈。這樣的一個 AI CPU， 您覺得會為資本市場繼續注入多少的動能？這個動能目前沒辦法估計，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知道，過去 GPU 是爆發式的成長，但是呢 ，CPU 它絕對就 AI PC 裡面，它不會是爆發性的成長，而是擴張性的成長，它會擴展到每一個應用載體的領域，讓它去發生，就是讓 AI 的應用到所有的個人電腦裡面去應用，所以它是不會發生像這個 GPU 這種，像 NVIDIA 這種爆發式成長。那 GPU 跟 CPU 過去的應用呢，在一台這個算力機器裡面，它可能 GPU 是1，可能
這個 GPU 是8，CPU 是1。那現在呢，這發展趨勢就是我不需要這麼多 GPU， 所以可能 CPU 是1，那 GPU 可能只2或4，這樣就可以了。所以這個 CPU 的需求量就大幅提高，這就是 NVIDIA 黃仁勳所說的，為什麼 CPU 會大幅的成長？這也是 AMD 過去股價漲了160%啊，從今年3月以來，它已經漲了160%，對，相當的驚人。OK，AI 現在大家都在拼啊，這個競爭非常的激烈，除了硬體之外，還有軟體啊。那當然不得不提到中國大陸的 DeepSeek， 最近 DeepSeek 也傳出了啟動第一次的募資，規模大約是人民幣500億啊，折合美元的話是74億左右。那路透也報道呢，這一輪的投資者包括了騰訊控股、寧德時代、網易、京東這些大陸科技跟產業巨頭。騰訊正在考慮投入100億人民幣，而寧德時代呢，則考慮投入50億人民幣啊，使得騰訊跟寧德時代呢，有望成為這一輪募資當中的最大外部投資者。而總部位在香港的 IDG 資本還有利思資本呢，也被列為是潛在的投資者。至於呢 DeepSeek 的創辦人梁文峰呢，他也承諾說他會投入人民幣200億的自有資金。而在這一輪募資完成之後呢 ，DeepSeek 的估值可能落在3500億至4000億人民幣之間。所以這次擴大資本結構的產業戰略目標啊，我們怎麼看，莊老師？這應該是中國史上最大的單筆 AI 融資案哈。那當然有3個意義啦。第一個，過去我們認為 DeepSeek 深入求索比較像一個技術研發中心，它走向了普世的商業化企業。第二個呢，剛剛榮哥有提到，目前參與融資的有寧德時代，對，還有這個網易、京東等騰訊等等，對不對？對。也就是說，過去 DeepSeek 比較像是一個這個單打獨鬥，現在變成一個 AI 基礎建設的一個策略聯盟，變成一個團隊了。好，那第3個意義則是說是一個補血，因為在 AI 的產業競爭裡面呢，這個 DeepSeek 也面臨的人才流失，還有設備迭代問題，所以等於是補血進來。對。不過放在世界天平上來看，哈。這個其實衝擊力並沒那麼大，因為按照各家的流量來計算哈，比如我們比較熟悉的 SimilarWeb 這個流量統計，目前在 AI 這種機器人式的這個生成式 AI 問答這種服務方面呢，以前是一強獨大，就是 ChatGPT， 那佔了大概50%哈，那現在慢慢加入了這個所謂的 Google 的 Gemini 啊，那它大概佔了3-4%，也就是說，這個世界的 AI 服務的流量啊，特別是機器人問答方面，大概有80%是被美國人掌握。那我們熟悉的這個包含千問、DeepSeek、豆包，頂多是在6、7、8、9名那邊升降，大概10%左右的市占率而已。那所以說呢，這500億啊，74億美元的融資，對美國的同業來講是個小巫見大巫。坦白講，眼皮可能不會眨一下。這才第一輪嘛。是好，那但是對美國來講，這個只是一個小菜啦。第二個呢，對晶片技術的封鎖，最先端的這個 B200還是買不到嘛，哈。那其他次世代的，只能買到次世代，或者他們自己研發的升騰還是有段距離。第3點呢，過去 DeepSeek 靠的是什麼？就是所謂他們的演算法優化，把廉價的這個軟硬體結構，把它優化到極致來一搏。好，跟巨頭一搏，但問題是有邊際效應締結問題啊，終有窮盡的時候。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儘管這個融資是史上未見，在中國史上未見，但是只是有足夠籌碼，讓 DeepSeek 在牌桌上跟這些大咖玩家繼續玩牌而已。是，那只能說在領導者旁邊扮一個稱職的追隨者而已，至少目前是這樣子的。是 H200啊，就是輝達這個想要賣給中國大陸這邊的。後續呢？等一下，我們特別來看這個問題。而特別看到的另外一點哈，就是在美國這邊啊，因為總部設在舊金山，他們開發出 Cloud 系列 AI 模型的這個 AI 新創公司啊，也是最近非常火紅、被熱議的 Anthropic。他們目前的市值啊是3800億美元，而他們的專長呢是開發通用 AI 系統跟語言模型。這個禮拜呢，他們卻拋出了一個報告，提醒大家，而且是警告說，最新模型已經開始出現可能脫離人類控制的跡象。英國金融時報就披露 ，Anthropic 呢目前雖然正在跟五角大廈打官司，但是也已經派遣工程師進駐美國國家安全局啊，部署 Cloud Mythos 這款 AI 模型是用在進攻型網絡作戰。因為 Mythos 呢最大的功能啊，最強的功能就在於幫系統找漏洞，對於資安的提升會很有幫助。好 ，Anthropic 跟五角大廈打官司呢，是因為啊 ，Anthropic 試圖限制美國政府使用他們所研發的 AI 模型，要大規模的來監控美國的公民，以及呢用在具備自主殺傷能力的無人機，
所以呢，五角大廈呢就把 Anthropic 呢是列為供應鏈風險，然後 Anthropic 就因此對五角大廈提出告訴。現在我們看到，全球 AI 題材是越來越火熱的情況之下，可是也聽到了 Anthropic 提出了這個警告，好像是拉起了一道道德風險的防線哦。劉老師覺得這是一個商戰策略，虛晃一招呢，還是未來真的有可能在中美的 AI 競爭之下出現這種 AI 的高風險？我覺得這兩個都有啊，兩個都有。其實如果你說新的科技出來啊，新科技出來，我們其實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呢，其實我們看的就是人類的科學智慧和人類的政治智慧啊。那到底是一個野獸，一個新的東西被放出來，它怎麼被套上個枷鎖，能不能管得住它啊？那麼過去常常有很多新的武器出來以後呢，然後現有的國際政治秩序慢慢的就把新武器把它吸納融到這個國際秩序裡面，它沒有顛覆掉國際秩序。可是 AI 是不一樣 ，AI 是來的又快又猛又急啊，人們連適應的機會都沒有啊。都沒有的情況下呢，所以就有很多人擔心，哎，那我們的人的智慧是不是能夠控制得了 AI 呢？哈，科技的智慧是不是要控制，要不然它失控了怎麼辦呢？那你說這個 Anthropic 它之所以要提出來呢，其實是噱頭呢，還是真的風險？我覺得兩個都有，一個是很多人他真的擔心，說明他們真的擔心。那第二個呢，當我提出來說一個道德風險的時候，我把我自己拉高了，我在拉高我的層次拉高，我跟別的其他 AI 競爭對手不一樣啊。你看，我又跟着發展，那我又強調這個道德，做出一個區隔，那我有道德，那我有道德，那麼那有些人就覺得，哎，那這個不錯哈。當我們對 AI 有疑慮的時候，那這家的 AI 不錯，對，所以它也可以吸引一些新的客人。所以不管是他提出真的警告或者政治噱頭，我覺得這兩者是同時存在的。对，其實早期我們也聽到，像 OpenAI 也提出過警告哈。不過現在看它現在在發展 AI 的情況之下，那是不是跟早期他所提到的、所預警的有沒有相符呢？那晉哥又怎麼看呢？因為科技到了一定的極致之後，其實很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動不動現在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之下，國家跟國家之間，尤其像中美這種強烈競爭之下，可能就拿國家安全作為一個大帽子，然後呢要求科技業來符合國家安全的一些相關的這些 policy， 甚至是 strategy 啊這種政策策略。您怎麼看 AI 武器化？我不禁要想到一句話，就是最邪惡的思想都是來自最高尚的道德，所以打着這個國家安全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但是呢，人類科技不斷進步，我們一直這個都在擔憂，說是哪個武器出來之後會整個就是脫韁野馬，譬如說當年的毒氣、馬克沁機關槍，甚至核彈出來，但事實上證明最後還是受到人類的約制。但是呢，我們講實在話，這個東西對於 AI 啊、人工智慧或者人工智能啊失控的現象，早在1980年代好萊塢拍那個電影啊《Terminator》。最後絕滅者就是預言了戰爭這個機器跟人類的戰爭，然後人類挫敗之後躲到那個坑裡面，然後等着這個最後的絕滅者來絕滅它。所以說我們都知道，這個其實人類一直有這些擔憂，但是呢，確實有沒有真正的成真，我覺得這個我必須要這個提醒。人工智慧牽涉到這個運用在這個就是這個軍事啊國防上，老早就在，而且包括情報收集也是這個名詞叫做決策支援系統，就是用來計算這個物料管理、彈藥、油料、工材、醫材，後勤運輸，這個情報分析研判。它這個所謂人工智能最大最強的地方，它是拼湊那個 missing 這個 pieces 的，然後它把它拼湊出來。因為我們這個傳統的戰爭之中，西方的兵學之中就講戰爭之物，如何能夠看穿戰爭之物，靠着這些就是說這個人工智能的資源，然後把它拼湊出來。這個是老早運用了幾十年的東西，但是現在只是愈演愈烈。譬如說剛才您所講的遊蕩彈藥，它自主去自動辨識，自主去接戰。這個絕對是有可能會失控，這個已經是在講，我們戰爭都要負責任。那最後呢，扣扳機的手就發現它是自動的，那到時候呢，製造這個扳機的人是不是呢能夠卸責？這些都是問題。我們今天這個開了槍打到了直接的傷害，這個是個人可以負責。對，但是你把水壩炸了，然後水壩那個水傾瀉而下。這個是戰爭法規目前也是要禁止的。可是呢，將來能不能戰爭法規禁止到，就是說
說，這個 AI 假如是這個利用了人工智慧自動辨識、自主接戰，那最原始的這個就是啟動者要負戰爭的罪行。我覺得這個都是人類的要用智慧來去存在。目前在戰爭法規中確實存在法律這個盲點，但是我們人類要對自己有信心。這個我認為最後絕滅者還是這個叫做不會像這個阿諾·施瓦辛格在那個電影上那樣出現。對，我覺得人類不會說是縱容到那種地步。所以還是那句老話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決策者慎之。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